小姐真是好福气，不仅是尚书大人唯一的孩子，府中正经的嫡女，外祖家还是江南首富，这眼看着还要和当今陛下最器重的三皇子成婚，说不准日后我们就要尊称大小姐一声。大小姐宅心仁厚，不仅出资开办免费的学堂，还经常布施。若是日后她真的登上高位，那对大齐百姓来说也是一种福气啊。花儿，剪刀。小姐，夫人留给您的9天玄凤嫁衣当真是举世无双，看着上面的凤凰，好像下一秒就要飞出来了一般。大齐百姓如今民不聊生，我身为女子无法入朝为官，要想改变现状，就必须嫁给身居高位的龙，辅佐他成为明君，为百姓造福。小姐可是还在想昨日之事？三殿下向来知礼守节，仁爱温柔，我们撞见的那个纨绔必然不是三殿下，小姐放心就是。是了，三皇子是入朝皇子中唯一一位敢在朝堂上提出仁政的人。想必昨天看见的那个人，只是背影和声音有些像他罢了。小姐，三皇子殿下来了，只是……钱儿，吞吞吐吐可不是你的性子啊。是小姐，三皇子殿下身边还跟了一人，是个女子。那便去看看吧。婉婉，别怕，这是你嫡姐。嫡姐安好。怎么会是他？小姐放心，府中下人早早就来施粥，定不会让百姓饿着肚子上宫的。两位大人，这玉真的不值钱呐！怎么会不值钱？掌柜的，你好好看清楚，这可是上好的和田玉，最少值3000两黄金。两位大人，求求您放过小人吧！如果小人当真把这废石料当成和田玉收了，那小人这店铺也完了呀！掌柜的，你可要考虑清楚，若是你把这3000两黄金与他我，店铺最多只是关闭。可若你冥顽不灵，我也不介意送你全家去刑部大牢走一走。又是一个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，就会欺压百姓。大齐重世家兴隆商，世家子弟多眼高于比，不把百姓当回事，却不知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道理。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帮不了他们，必须想办法尽快辅佐三皇子上位才是。不过小姐，那纨绔的背影和声音怎么有点像三皇子殿下呢？呸！看我，三皇子殿下一向爱民如子，怎么会做出这等鱼肉百姓的事情呢？多嘴，罚你回去为我掌灯1碗。昨日那个仗势欺人的混账，竟真是三皇子在朝堂和我面前，一直是一副一心为民的模样，为此争取了大半朝臣的支持，也让我选择嫁他为妻。没想到我们都错看了他，一个道貌岸然的畜生，如何能成为一代明君？玉瑶，你妹妹在向你问安，你没有什么话要说？殿下说笑了，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，哪来的妹妹？玉瑶，婉婉是你父亲刚接回府的，确实是你亲妹妹，但她性子胆小又怕羞，你多让让她。
胆小怕羞。若是昨日没看见你们二人狼狈为奸欺压百姓，也许我还能信一二。可现在，血脉一事可大可小，如果是妹妹，自然有父亲开宗祠告诉族人，我可不敢越俎代庖。殿下，姐姐好像不喜欢我，不然我还是回去好了。沈玉瑶，你下到晚了。三皇子殿下，大小姐，老爷刚刚已开了宗祠，在族谱上加了二小姐的名字，记在夫人名下。老爷还说了，二小姐年纪尚小，让大小姐包容体谅些。现在放心了，我认识你那天便说过，定要让你认祖归宗，成为尚书府堂堂正正的嫡出二小姐，做我名正言顺的王妃。殿下，你我婚期在即，你这是何意？玉瑶，我正要告知你，我和你妹妹婉婉一见钟情，但她性子娇弱，如果入府做侧妃，一定会被人拿捏受委屈的，就打算让你们换一下，她做正妃，你为侧妃，如此再无人敢欺她。好的很，我看错了人，正愁如何才能退了这婚事，他就自己送上门来，当真是合了我心。殿下的意思是要同我退婚？怎么能是退呢？只是从正妃变成侧妃而已。不过你放心，入了府，你还是当家主母，主持钟会。毕竟婉婉小孩心下，安心做个女宠就好。哎呀，殿下，你怎么能当着姐姐的面这么说人家呢？殿下既然执意如此，我便不好再劝。只是不知殿下可想好如何同母妃解释？玉瑶，你最是懂事，母妃对你满意至极。只要你说是你自愿将这正妃之位换给婉婉，母妃一定会同意的。我养了狗，尚知道对我摇尾示好，可我以外祖父家数不尽的财产喂了他3年，竟只喂出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好，明日我便带殿下的心上人入宫去见淑妃娘娘。姐姐，当年你母亲善妒，害我娘做了一辈子外事，现在我也要让你尝尝被我抢了位置的滋味。你等着，殿下说淑妃娘娘最喜欢乖巧听话的娇娇女，待淑妃娘娘见了我，一定巴不得让你赶紧让出正妃之位给我。对于蠢恶毒，这二人还真是天生一对。淑妃娘娘最新权势，看中的可从不是什么温顺乖巧。荒谬！婚姻大事，岂能儿戏呀？淑妃娘娘，殿下心悦沈婉，说要娶她为正妃，臣女不忍让殿下失望。但王母有命，臣女只为妻，不为妾，所以还请淑妃娘娘收回成命，取消我与殿下的婚约。沈婉，回禀淑妃娘娘，沈婉是臣女的妹妹，不久前刚被父亲接回府中。殿下直言妹妹娇弱温柔，是旁人不知道的好，定会让娘娘欣喜。娇弱温柔，好的。沈婉，
既然我皇儿如此喜欢你，不妨你今日就入住宫中，也好让本宫好好看看你到底有多好。是。是。姑姑，今日天气大好，我想自己去散散心。姑姑放心，这宫中的路我熟悉，定不会乱走，让姑姑为难。是，只是还望沈姑娘不要误了出宫的时辰。臣女沈玉瑶参见大皇子殿下。三弟的宫殿不在这儿，沈小姐走错了。殿下误会了，臣女要寻的就是殿下。这是神元丹，我祖父偶然所得，可补先天不足。你想要什么？殿下可愿与臣女做一桩交易？交易？不，准确来说是臣女想弃暗投明。逆女还不跪下！父亲，女儿何错之有啊？心思歹毒，和你娘那是一个样啊！你自小在府中长大，享尽荣华富贵，怎能为了一个正妃之位陷害你的亲妹妹？你可知她现在还在淑妃宫前罚跪？我告诉你，这正妃之位只能是婉婉的。你若听话，这侧妃之位还是你的；你若是还那么任性，就别怪父亲我让人抬一顶小轿送你去给三皇子当妾。父亲，我是尚书府嫡出的大小姐，我若是给人做妾，恐怕您的脸怕是要丢尽了吧？冥顽不灵，冥顽不灵啊你！来人，把大小姐拖去祠堂跪着，二小姐一日不回，她便不允许出去。哼！别忘了，你们的阅历是谁给你们的？父亲，您身居高位太久，怕不是忘了，若没有外祖的财力支持，您现在还在偏远的县城做县令呢。小姐，老爷和三皇子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让一个外室女爬到您的头上呢？现在外头已经有些流言蜚语了，要不要奴婢找人封了他们的嘴？不仅不封，还要花钱让人大肆宣扬，最好把他们的两情相悦传得人尽皆知。人都有怜弱的本能，如此我才能干干净净地褪去三皇子妃的身份，撕下三皇子伪善的一层皮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三皇子要娶尚书府外侍女的正妃。什么？三皇子不是和尚书府家的嫡女早有婚约吗？这放着正经的娘子不要，非要娶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侍女，淑妃娘娘能同意？嗨，听说三皇子为了娶这个外侍女，在淑妃娘娘宫前长跪不起。淑妃娘娘心疼三皇子，
所以啊，专门下了旨意，封那个外室女为正妃。这真是可惜了沈大小姐啊！这好好的嫡女正妃，竟成了外室女的陪衬。姐姐，父亲不是罚你在祠堂跪着吗？你怎么不听父亲的命令？难道你是不把父亲放在眼里吗？罢了，你我姐妹一场，而且日后都要入殿下府中。不过，我为正妃，你为妾。你是嫡女又如何？你外祖家富贵又如何？父亲疼我，三皇子爱我，你注定是要被我踩在脚下的。而且等日后入了府，你还要跪拜我，称我一声三皇子妃娘娘。你很吵。什么？说完了就滚。婉婉，殿下。婉婉，谁欺负你了？怎么哭成这样？殿下，不怪姐姐，是我身份低微，却痴心妄想能做殿下的妻子。姐姐才……婉婉，我们真心相爱，关身份何事？玉瑶，你太过分了！我本念及我们3年的情分，想娶了婉婉之后，也八抬大轿迎你入府做侧妃。可你还没入门，就欺辱婉婉，可让我如何是好？三皇子殿下，难道淑妃娘娘没有告诉你，你我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？婉婉，你先去找你父亲，我有些话想跟你姐单独说。是，殿下。玉瑶，别和我使性子了。我知道你爱我至深，做侧妃确实委屈了你。哎，你看这样如何？待你和婉婉入了府，我让婉婉把正院让给你，你可满意？殿下，我不要正院。我就知道玉瑶最懂事了。你放心，我到时一定雨露均沾，不会因为你是侧妃而冷落了你。殿下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入殿下府内何须正院？若殿下真心觉得委屈了我，不如把这些年在我这支取的80万两白银还了我，可好？你白胜安，若不是我这几日找人调查，还不知道你以各种理由从我这要了银钱，并不是为了拉拢人心、推行仁政，而是酒食肉林、奢靡度日。若是真让你登上皇位，大齐威严。不行，不能撕破脸皮。为了娶婉婉，我答应过母妃，必须稳住沈玉瑶，让她入府，好以沈家的权力和江家的财力助我成为太子。玉瑶，你我马上就要成婚，夫妻一体，提这些做甚？殿下的意思是，不打算还了？殿下，淑妃娘娘急召，让您现在回宫。玉瑶，母妃召我先行一步，改日再来看你。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把一个朝三暮四的白眼狼当成能为民请冤的质子？幸好现在换人还来得及。
世人皆知，大皇子乃皇后唯一嫡子，仁德宽厚又才华出众，只可惜先天不足，才只能在皇宫内当一个闲散皇子。殿下，您甘心吗？神元丹千金难求，沈小姐破费了。殿下说笑了，我是江家的外孙女，江家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的花不完。早有耳闻，沈家有女，端庄聪慧，却不知会这般风趣。以奇品观人品，沈小姐心思缜密，杀伐果断，又不失余地，有大才。所以殿下是接受了我的弃暗投明了。不知沈小姐想要什么？我想要让大齐所有子民都行有所依，老有所依。我以大齐皇室的名誉和历代祖宗发誓，白胜轩的正妻，此生唯有沈玉瑶一人。我想，如果是殿下的话，我就算不以正妻之位入府，你也定会。我定会扫除你的一切顾忌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我，与我共创大齐盛世。听说三皇子妃是外室女啊？对呀，而且这外室女的娘以前还是百花楼的头牌呢。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必是伺候人的功夫了得，这才把三皇子迷得神魂颠倒。我看这外室女样貌不俗，穿戴也贵气非凡，想必在尚书府也很得宠爱呀。花冠，这不是我娘留给我的嫁妆吗？殿下，婉婉终于嫁给你了，婉婉真的好幸福啊！傻丫头，现在怎么还叫我殿下？我说过，待我们成婚，私底下，我们就是全天下最普通的一对夫妇。是，夫君。吉时已到，请两位新人拜天地。等等，玉瑶，今日是我和你妹妹大喜的日子，莫有胡闹。逆女，你疯了吗？玉瑶，你这次真的太过分了，还不赶紧给婉婉道歉？道歉是该道歉，不过不是我，而是沈婉，你偷了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，难道你不该和我道歉吗？
亲。你女只不过是一件嫁妆而已，何至于如此咄咄逼人？婉婉和她娘因为你母亲在外面吃了多少苦啊！这是你和你娘欠她的。玉瑶，你做的过了。婉婉是你的亲生妹妹，既然是你们母亲留下的嫁妆，那也该有她的一半。殿下，您想要娶外室女，我不在乎。可她的母亲是青楼的继子，她想要嫁妆，大可去问她自己的母亲。现在她想认在我母亲名下，难道就是想拿我母亲留给我的东西？你们就不怕我娘亲泉下有知，爬出找你们算账吗？姐姐，我也是神府嫡女，你何苦这样欺我？你要是因为我嫁给殿下而生气，婉婉可以不嫁的。殿下，婉婉可以青灯古佛，一生不嫁人，只求能留住姐妹之情。姐妹之情，大可不必。你想嫁与三皇子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。我和他早已取消婚约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够了，玉瑶，我虽宠你，你也要适可而止。皇子侧妃已经是旁人得不到的荣耀。再者说，若不嫁我，满京城谁敢娶你？逆女，还不赶紧给三皇子跪下认错！非要闹得被退了婚，让我们沈家颜面尽失吗？殿下，陛下的儿子可不止您一个。沈玉瑶，你忘了，你为了帮我上位，可是早就把我二哥和四弟得罪死了。你要是嫁给他们，怕是生不如死。果然，他不是看不见我的付出和帮助，只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没有选择，而肆意践踏我的底线。我说的不是二皇子和四皇子，而是大皇子。我大哥先天不足，御医都说他活不过30，他都没有精力参与朝政，怎么会费尽心思来娶你这个素未谋面的继父？我娶。这不可能！你明明说大哥的身子撑不过这个冬天，怎么会？啊！婉婉别怕，这一定是母妃求父皇下的圣旨，这样就再也没人敢拿你的身世做文章了。沈玉瑶，既然父皇下旨为我和婉婉赐婚，你就注定只能做我的侧妃。就不要再妄想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了。大哥，看到你身体健康，弟弟好生高兴。宣旨吧。沈玉瑶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礼部尚书沈峰嫡女沈玉瑶，温香恭顺，有徽柔之志，柔明玉德，有安正之美，兹赐婚于大皇子为正妃。望尔等婚后相濡以沫，结百年之好，定择良辰吉日完婚。钦此。臣女沈玉瑶，谢主隆恩。玉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明明是我的侧妃，怎么会？
三弟，阿瑶是你嫂子，这是父皇的旨意。阿瑶，父皇让我宣了旨，就尽快回宫。母后专门叮嘱我，明日让你入宫参加宫宴，到时我在宫中等你。玉瑶，你是不是故意气我？明明是我的侧妃，怎么能背叛我嫁给我大哥呢？殿下，先背叛的人明明是你，难道不是吗？姐姐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刚和三殿下取消婚约，就和大皇子搭上了。沈玉瑶，原来你早就跟我大哥在一起了，怪不得这么决断的跟我解除婚约。我真没想到，一向克己复礼的沈家嫡女，竟也是个人尽可恶。殿下慎言，我如今是大皇子的人，就是你未来皇嫂。你不敬皇嫂，是想让天下人都对你口诛笔伐吗？哼！吉时已到，那就祝妹妹和三皇子殿下举案齐眉，白头到老。沈大人真是好算计，一门两王妃，是想分开下注吗？冤枉啊，三皇子！你知晓我最疼爱婉婉了，怎么可能做出伤害婉婉的事情？不过三皇子，您放心，微臣可以保证，那个逆女绝不可能嫁给大皇子。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啊！我沈家2个女儿，竟然嫁给2个皇子，你是想让我们沈家颜面尽失吗？父亲，我嫁给大皇子做正妃，您很不高兴。自然，今天是你妹妹的大喜之日，你却硬要出风头，就这么见不得你妹妹好吗？原来还是因为什么？既然父亲不高兴，不如明日宫宴，您亲自去跟陛下说，女儿嫁不了大皇子，如何？你到时候违抗圣旨，满门抄斩，有父亲作伴，女儿也不孤苦。玉瑶和轩儿站在一起，当真是一对璧人。我儿能好，全靠沈家嫡女，她背靠江南首富江家，注定是我儿登基路上最大的助力。皇后娘娘赏红宝石16簪一对，待大婚之日戴上，讨个好寓意，争取早日为我皇家添几个皇孙。多谢皇后娘娘。陛下，皇后娘娘，我们家安儿啊，今日也是带着皇子妃前来请安呢。给皇上、皇后娘娘、淑妃娘娘请安。既然嫁入皇家，这女戒和女则，希望三皇子妃好好学学才是。得空多看看，抄写几篇也是好的。是。谢皇后娘娘赏赐，凭什么同样嫁入皇家做正妃，我又要低沈玉瑶一头？不行，我一定不能让她嫁给大皇子。轩儿，父皇，你身体既然已经恢复，断不可再蜗居于宫殿之中。明日你就和安儿一同上朝吧。是，父皇。老二和老四是个不成器的，轩儿，你和老三以后可不要让朕失望啊！皇上虽然偏听偏信，被小人蛊惑不理朝政，但并不是不肯放权之人。也许我想要的太平盛世来得不会太晚。沈大人，您食言了。父亲，沈家一门两正妃，你应该开心才是。之前大皇子身体有疾，无缘皇位，
可现在大皇子身体已然康复，他是陛下的嫡长子，虽然还未进入朝堂，但以陛下对他的宠爱，那个位置未必不能一争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父亲，一个外室女重要，还是沈家光耀门楣重要？我想，不是蠢人都知道如何选。殿下，老臣已经尽力了，实在是那个逆女不听劝，无论如何也要跟婉婉争个高下，非要嫁给大皇子，老臣也没办法呀。看来玉瑶还是拈酸吃醋，可她也太糊涂了，竟然让父皇赐婚。我这下想娶她做侧妃，必然要费不少功夫。老狐狸，看来他当真想养活下主。我沈风有朝一日也是铁板钉钉能做魔杖的人了。自己动手没一点意思，还是看他们狗咬狗最有趣。何事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没什么，只不过看见两只蛐蛐在蹦跶，觉得很有趣吧。是很有趣。哎，你真当这神元丹是仙药了？大病初愈还敢饮酒？夫人教训的是啊。沈玉瑶竟敢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调情！贱人，你凭什么被我抢了男人还能嫁给大皇子？就应该被我踩在脚下，永世不得翻身才对。殿下，都怪婉婉不好，婉婉自知出身低微，却妄想和殿下一生一世，这才惹了姐姐与殿下赌气。婉婉，这怎么会是你不好呢？你是这世上唯一能与我心意相通的女子，而那沈玉瑶明明出身勋贵，偏要与贱民相交。日后若是娶了她做正妃，还不知道要折腾多少麻烦事出来。殿下心中有婉婉，婉婉也愿助殿下心想事成，只盼日后姐姐入府，殿下还能待我如初。婉婉，你意如何？婉婉愿以身入局，助殿下和姐姐成就好事。轩儿，随朕来。是，父皇。姐姐，沈玉瑶，你别以为你被陛下赐婚给大皇子，你就能踩到我头上了。早就听闻大皇子是先天的毛病，现在看着健康，指不定是回光返照。到时候你成了寡妇，还不是得求着我进三殿下的府门吗？沈婉，舌头不想要就赶紧切了，省得留在你口中是个祸害。你，哎呀，姐姐对不起，哎呀，妹妹不是故意的。沈婉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对我有误会，但是我是真心想与你和好的，你就别再与我计较了。奇怪，我怎么突然没有力气了？
啊！这里可是皇宫，你怎么敢呢？哪里来的宫婢，竟如此不懂规矩？你没看到我正在与姐姐说话吗？三皇子妃，沈姑娘，皇后娘娘看沈姑娘似乎身体不适，所以特地让奴婢过来看看。是皇后娘娘。这位姑姑，我衣裳湿了，辛苦带我去换身衣裳。好，沈姑娘随奴婢来。哼，沈玉瑶，我早知晓你会提防我，所以我提前找了淑妃娘娘，让她派人引你离开。待你失身于殿下，被迫进府做妾之后，我定要你日日与我磕头了。不对，这不是去往宫殿的路，而且这个宫婢一直四处观察，神色紧张。这个宫婢有问题。这位姑姑，怎么了，沈姑娘？快了，只要我进去就没事了。玉瑶，我等了你许久。三皇子，你这是何意？玉瑶，我知道你还爱着我。殿下慎言，我如今已有婚约，殿下也刚刚成婚，你我之间应该避嫌才是。什么已婚约？你是我的女人，你本该嫁给我。玉瑶，这3年来你一直为我出谋划策，为我拉拢人才，还以我的名义在外做善事。你这么爱我，怎么不能让我呢？一个身份而已，往往根本不是你的危险。殿下，我帮你，从不是因为爱你。什么？我帮你，是错信你当上高位后可以为民请愿，可你欺压百姓，挥霍无度，是个十足是狼子野心的混账。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帮贱民。我是皇子，是未来的皇帝，我干嘛要在乎那群蝼蚁？为了臣服于我，助我登上皇位，我不是不能给那群贱民一口饭吃。怎么？沈玉瑶，若我得不到，大哥也别想得到你。你和那个位子，注定都是我的。三皇子妃，你当真看见三皇子和玉瑶一起往这个方向来了？回皇后娘娘，刚才我与姐姐敬酒，不小心打翻了酒杯。姐姐说她要去更衣，还让我别跟着。谁料我刚刚回到座位坐下，殿下身边就过来一个宫婢，故意将东西洒在殿下衣服上，还说要带殿下去更衣。我本也没有多想，可那宫婢走后竟落下一个荷包，这个正是姐姐带的那一枚，想必是姐姐念及和三殿下的情谊。闭嘴！三皇子妃，你可知故意抹黑皇室成员，该当何罪啊？皇后娘娘明鉴，我所说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分虚言。只求皇后娘娘能够看在姐姐对三殿下一片痴心的份上，不要怪罪姐姐。姐姐，我要你失身的丑态被所有人看到，如此才能把你从云端拽下，让你从此烂在泥里。姐姐，这可是皇宫内院，你怎能与三殿下在此地就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皇儿、玉瑶，你们怎么在此处啊？回皇后娘娘，臣女依山
刚才被打湿了。有位姑姑好心带臣女来更衣，可是不知怎么突然不见了人影，臣女不熟宫中的道路，险些迷路。幸好大皇子路过，不然恐怕宫宴结束，臣女都找不到出宫的路了。一个能从淑妃宫中避开无数宫人找到我宫殿的人，竟还能迷路。没想到我这夫人不仅善棋艺，还善演技。那刚才的哭喊是？阿瑶方才跌倒，不小心扭到了手腕，我在帮阿瑶涂药。不知母后和淑妃娘娘前来是？这就要问你三弟的好王妃了。他口口声声说看到你三弟和玉瑶在此幽会，喊我们来为他主持公道。皇后娘娘，您相信我，姐姐她真的是和三殿下在此。满腹心思，谎话连篇。淑妃，这就是你家老三拼死拼活要娶的好王妃。我没有说谎，这个荷包就是证据。这个荷包不是入宫前妹妹说喜欢，所以特意找我要过去的吗？怎么反而成了我掉落的？果真是那个地方生养出来的，没有半分名门闺秀的端庄不说，还如此下作，颠倒是非，以此陷害敌姐。何止呢？为了陷害嫡姐，竟连自己的脸面都不要了。新婚第2日，夫君出轨，是什么值得四处宣扬的好事吗？淑妃娘娘平日里多么明辨是非，竟让这样的女人嫁给三皇子做正妃，哼，以后怕是要多生事端了。母妃，您是知道的，姐姐明明就是被您……闭嘴！三皇子妃言行不端，降为侧妃，即日起留在府门闭门思过，无诏不得出入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不该如此。沈玉瑶，你到底把三殿下藏哪了？沈婉，三殿下是你的夫君，你不知道的事来问我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多谢殿下。你我将要成婚，何须客气？大殿下，他就算今日没有和三殿下在此幽会，可他跟了三殿下3年，肯定早就和三殿下有了肌肤之亲。千万不要被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给骗了！你敢打我？我可是三皇子妃！三皇子妃，你别忘了，就在刚刚，你已经被降为三皇子侧妃。身为沈家女，你当众抹黑嫡姐，丢尽沈家人的脸面，视为不孝；身为皇室侧妃，你不敬未来皇嫂，刻意抹黑，视为不忠。像你这种不忠不孝的败类，别说打你几巴掌，就算我当众把你处置了，你也并没有。阿瑶，三弟我已让人送回府中，不过你说的那位落水宫女，我的人并没有找到。抱歉，为了你的声誉，这件事暂时无法为你讨个公道。明明是殿下救了我，为何还是对我道歉呢？大殿下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你没事吧？
他这是中了阿扎的药。多谢殿下相救，还帮我圆谎，否则我就算是不死，也要入三皇子府中做妾。到了那时，我必然先一把火将三皇子府烧个干净，让他们整整齐齐为我陪葬。阿瑶，你放心，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不用了，殿下，我的仇我自己报。白胜安，我当初能用外祖的人脉和财力帮你独占鳌头，现在也能让你狠狠地摔在泥里。夫君，我听下人说，你从母妃宫里回来就没有用餐，所以专门去厨房给你炖了汤。婉婉，这些事交给下人就好，你不必动手。我也是心疼夫君。对了，夫君今日和母妃提重立我为正妃的事了吗？母妃，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半个月，为什么您还是不能恢复婉婉的正妃身份？安儿，你怎么还敢提这事？当初我舍了一个不知多年的暗棋给他，没想到不仅没帮你把沈玉瑶抬进府里，还害本宫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。安儿，这半月以来，你在政事上屡屡受挫，遭到你父皇的斥责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这其中的缘由吗？那是因为沈玉瑶，当初母妃极力撮合，想让你迎娶她，就是因为她的能力和她外祖家的财力和人脉。如今少了她的鼎力相助，你若再想事成，恐怕就难了。不，母妃你说过的，我定能登上那个位置的，求母妃助我。安儿，司徒将军之女司徒卿一直心悦于你，可是儿臣答应过婉婉。安儿，皇太子之位和那外侍女之间，你只能选择一个。婉婉，母妃为我定了司徒将军的女儿司徒卿做正妃，3日后大婚。你作为侧妃，恪守规矩，再称我为夫君。1个月之内竟连娶2位正妃，淑妃的野心太明显了。当初三弟为了沈侧妃闹得这么大，没想到妥协的这么快。妥协？三皇子从不会妥协。之前他为沈婉逼我妥协，如今不过是为了那个位置逼沈婉妥协罢了。新人到。不愧是跟着司徒将军走南闯北的女子，这行事竟如此不羁，当真让人羡慕。我知道你，沈家嫡女沈玉瑶。恭喜三皇子、三皇子妃。司徒卿，你别太为难玉瑶。我为难我未来大嫂做什么？可是我今日穿着有所不当。不，我只是觉得你长得又漂亮又聪明，我这夫君怎么就瞎了眼，放着好好的宝珠不要，捧着个破碗当宝贝？司徒卿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事实如此，白胜安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你长了一张让我心动的脸，你这性子，别说你是个皇子，就算是太子，老娘也不稀罕。赶紧走，军营里的弟兄们都到了，
还等着吃席看舞呢。哎，奇怪，沈婉呢？就算淑妃娘娘进了她的嘴，以她的性子也不该如此安分。该死！殿下竟为了这么一个粗俗不堪的女子，将我软禁在院中。我绝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重新赢得殿下的怜惜。有了，来喝。喝。兄弟们，今天是我的大婚之日，大家都吃好喝好啊！有什么不够就尽管说，我夫君啊，那是皇子，有的是钱。哎呀，不错，好。那个人是沈婉。好。这可是娘当初名动京城的玉娇舞，没有一个男人看完后能不心动，殿下也定会回心转意。婉婉，这台上的舞姬竟然就是白胜安金屋藏娇的侧妃。沈玉瑶，我还没有输，只要我牢牢抓住三殿下的心，我就没有输。沈婉，看来不需要我动手，你就自己把自己作死了。好看，好看！这舞娘身段又娇又柔，比春香楼的花魁都好看。要是能和她睡上一觉，这是此生无憾呐！放肆！你可知他是？殿下是想把侧妃不知廉耻，在你我大婚之日前来献舞的事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乖侄儿，这舞姬是谁啊？值得你如此动怒？没什么，皇叔，她就是我府中圈养的普通舞姬。哦。哎，既是普通舞姬，那侄儿把她送与王叔可好？婉婉，若是王叔之成，我必能登上太子。你与我心意相通，定会理解我的。既然王叔已经开口，侄儿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。殿下，婉婉知道。你们是谁？这位娘子，我是平安王的管家，特意来接您去平安王府享福呢。平安王府？不，我不去。一个小小的舞姬，还矜持起来了？滚开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三皇子妃。你们要是敢动我，就死定了！一个下贱的舞姬，还妄想做三皇子妃？谁不知道今日三皇子大婚？三皇子妃乃司徒将军的独女司徒清。你闭嘴！我不是舞姬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敢碰我一下，三皇子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位娘子怕是还不知道吧？三皇子早就亲口答应把你送给我家王爷做妾了。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参见大皇子殿下，沈家大小姐。这沈小姐认识这个舞姬？
不认识。何事让我们花儿笑得如此开心啊？小姐，三皇子侧妃沈婉突发恶疾暴毙了。三皇子竟是这样对外宣称，如此，就算沈婉能出去，再踏不进三皇子府一步了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逆女，是不是你害了婉婉？你们两个先下去吧。是。父亲，你何出此言啊？婉婉虽然身子娇弱，但素来健康，怎么可能突然暴毙？必然是有记恨她的小人要害她。当年就是因为你娘的记恨，才害得婉婉和娇娘不得入府，让婉婉被人嘲笑是继子所生的孩子。现在她好不容易嫁入三皇子府，你竟然要害死她！哼，你果然和你母亲一样歹毒，满心算计。够了！你的娇娘卖身契约，是娘害的吗？当年你身为尚书，罔顾国法，要娶继子做平妻，若不是娘以死相逼，尚书府早就被弹劾抄家了。逆女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敢跟我顶嘴？父亲，这些年你久居别院，和继子谈情说爱，认那个继子生的女子为乖乖女，你可曾尽到为父的责任？以及贪图外祖的钱财，用母亲的嫁妆为你铺平仕途路，又嫌她是商户女，身份低微，故意冷落，使她郁郁而终。你可曾尽到为夫的责任？沈大人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不配为人夫，更不配为人父。不道，你大逆不道啊！沈大人，7日后我将和大皇子成婚，你确定要打未来的大皇子妃吗？沈大人，你可知，我至今仍叫你一声父亲，不是因为血缘，而是因为你虽对不起母亲，可却从不搜刮民脂民膏，至少对得起这身官服，对得起大齐百姓。父亲，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沈婉的死活，可以登门去三皇子府一问究竟。花儿，去将我的嫁衣取来，上面的凤凰还差一双眼睛。是。夫人，你今日好美。莫动，为夫先帮你把头饰取下来。这么重的头饰戴了一日，夫人辛苦了。头饰有些复杂，不如我家花儿。不必，夫人的事，为夫不想他人代劳。为何你总是这样为他人着想？还未问过夫人。夫人明明出身尚书府，家境殷实，按理来说该不食民间疾苦，为何会有为民请愿的执念啊？其实我幼年时曾走丢过1个月，被一户再普通不过的农户好心收养。他们一家4口虽过得清贫，但其乐融融。但有一天，
今年的捐杂税还不交，是不把当今圣上放在眼里吗？官爷，冤枉啊！实在是今年收成不好，我们自己都勉强度日，实在是没有余粮可交了呀！求官爷再宽限些时日吧。宽限？若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求我们宽限，那今年的税收不够，当今圣上怪罪下来，你们有几个脑？啊？官爷，官爷，这是我家仅剩的粮食，求您行行好，给我们留一些吧。混！长眼东西！坏人，不准打我爹！还说你们没有钱交捐杂税，自己家的孩子倒是养白白胖胖。都给我抓起来，让他卖去做苦力。女的，别跟我孩子！后来有人认出了我的身份，当初打杂的官兵一脸谄媚的把我送回了尚书府。我也去求了母亲，让她将那一家人好好安顿。大齐世家横行，赋税之重却远超百姓所能承受。自己辛苦工作1年，却要将近乎全部的余粮上交给朝廷，自己食不果腹，这世道不该如此。夫人，这世道不公，就做还百姓公道的人。一定会成功的。没想到白胜轩看着温润如玉，在那方面竟如此。小姐，不，夫人，江老太爷来了。瑶瑶，阿公来了。外祖，外祖，阿瑶好想你。阿公知道瑶瑶委屈了。外祖，这是江家的令牌，只要有了这个令牌，江家所有的财产和人脉都将为你所有。外祖，阿公只有你娘一个孩子，她命不好，早早就走了。阿公不问你要做什么，但只要你想要的，阿公都会给你。阿瑶，你记住，若是受了委屈，就来江南找阿公，阿公永远都在。殿下，我们的世道要来了。朕的时间不多了。安儿，父皇，朕本来对你寄予厚望，没想到你不仅后宅管不好，就连最近的差事都给搞砸了。父皇息怒，儿臣知错。轩儿，父皇，朕早知你聪慧，只是之前被身子拖累了，没想到你入朝后办起事来干脆利索，有朕年轻时候的样子。何日朕就宣旨，立你为太子。儿臣多谢父皇。大哥，要不是你抢走了玉瑶，这一切本该是我的。朕还有事情要与太子交代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父皇，大哥好后，你的眼里就再容不下其他人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的正妃可是手握10万精兵的司徒将军之女。江州大旱，百姓颗粒无收，饥荒下必定会举家迁徙，流民众多。我必须早做打算。夫君，
夫君，发生了什么事了？阿瑶，三弟意图造反，被圈禁了。那你又没有什么事儿啊？为夫无事。三弟他是想说服司徒卿，让司徒将军帮他围困皇城，但司徒家世代忠良，司徒卿直接提着三弟的衣领，就去了皇宫告状。这司徒姑娘果然是忠肝义胆。本来父皇是想直接把三弟贬为庶民发配幽州的，但淑妃娘娘求情，再加上造反未成，就变成圈禁府邸，终身不得出。那司徒姑娘呢？司徒卿当场和三弟决断，还扬言看上了新科榜眼，让父皇赐了婚。还可以这样？男人不行就直言不讳，大不了换个男人便是。阿瑶，我绝不会背弃我们的承诺，你信我。我自然是信你的。若你也如三皇子般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我就只能屈服刘子，亲手培养出一个明君来。奇怪，突然感觉有点冷。对了，夫君，我想让你帮我一件事。你我之间何须客气？何事？我想让你帮我向平阳王要一个人，然后想办法把他送入白胜安的府中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可是堂堂的三皇子，是未来的圣上。你们竟敢幽禁我！等我登上皇位，我要把你们统统杀了！我要诛你们九族！不该如此，不该如此的。玉瑶该是我的，皇位也该是我的。玉瑶，你快来助我！婉婉，王叔呢？是王叔让你来救我出去的吗？王叔，王叔，竟然真的是他送我去的。婉婉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婉婉，竟要杀我！贱人！我早该想到，我落到如今的境地都是你害的。若不是你刻意伪装勾引我，怎会娶你？让玉瑶难过，离开了我。我杀了你，只有你死了，玉瑶就会原谅我了。
沈玉瑶，终究是你赢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天祸大起，太上皇病急，决意禅位于太子白胜轩，孝和天理，下顺民情，钦此。请新皇登基，请新皇登基，请新皇登基。朕为乾坤浩荡，社稷攸归，今以吉日，四登大宝，孔裕万方，以昭祖宗之鸿业，为梨树之殷望。兹特颁诏于天下：一、减免赋税，凡遭灾州县免钱粮3年，民生困苦者，着户部速议赈济。2、褒奖忠良，朕愿承烈圣之遗训，开万世之太平。凡政事得失，民生疾苦，皆许直言进谏，朕必虚怀纳之。若代政害民、贪腐枉法者，亦必严惩不贷。皇上圣明。瑶瑶，朕定会让这天下如你所愿，大齐所有子民都能行有所得，老有所余。皇上万岁万岁万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！